第4轮开始，存活概率0.1%。你面前有一根控制杆，你可以选择往左，也可以选择执行。选择之后，请说出你的理由。无论我怎么选择都无所谓。我们玩家现在就是恐怖宫和他信奉的神明眼中的斗鸡而已。说实话，这种被玩弄、被操控、无法掌控局面的感觉，让我很不爽啊！既然怎么选择都会让我不爽，那么我的选择是让你们这群自以为高高在上的人不爽。怒吼一声，三金用力的上下拽动起操控杆来。这一幕让监控室里的恐怖宫都看傻了。他在做什么？他的操作好像跟其他驾驶员都不一样啊！其他驾驶员都是在最后才开始操作，他怎么从头就开始操作了？三金到底在做什么？明明选左边就可以轻松通关了，他为什么还要搞这种莫名其妙的操作？一通操作过后，三金居然直接把控制杆拿了出来。列车似乎被巨大的阻力挡住了一般，车轮在铁轨上摩擦出了阵阵火星子，移动速度也开始减缓。而被绑在铁轨上的沈幼薇等人已经被吓傻了。你妹的三金，你是想把我们全害死吗？人家要么选左边，要么选中间，你倒好，你清高，直接毁掉控制杆，让我们一起死。救命啊！我还没谈过恋爱，我不想死啊！列车距离他们不到10米的时候，终于停了下来。最终的结果是无人伤亡。我的选择是全员存活。你想让我从 A 和 B 答案中选，那我就偏偏选择 C。我就是要让你不爽。广播沉默了许久，显然恐怖宫也被震惊到了。恭喜001号玩家，这是神明游戏开展以来第一次有人在电车问题上做到全员通关，同时这个世纪性的难题也被你用物理方法解决了。第3轮游戏一共456名玩家，356名玩家被淘汰，剩下100名玩家将在10分钟后进行第4轮游戏。怎么这么快就进行第4轮了？不是可以休息1天的吗？我的心脏已经承受不住了。该不会是恐怖宫寿命将近，所以想在这2天就搞完这场神明游戏吧？请所有玩家立刻前往11号车厢，准备进行第4轮游戏。4轮游戏通关后的玩家将晋级最后1轮游戏，全部通关者可获得恐怖宫的宝藏。果然，第4轮游戏还是在列车上。这样的话，密闭性、郁金香就解释得通了。店主，血影店的眼线来吧！大厦有大量的战士，全副武装的朝着这边前进。我建议立刻终止神明游戏，杀死所有玩家，然后撤退。不必了，一切都是神的安排。可是，按照这种情况，怕是冲不到第5轮游戏了。哈哈，哪有什么第5轮？这一轮他们该死的就死的差不多了。如果说跟我见面算是第5轮游戏的话，那勉强算是有吧。一切都是定局，所有的一切都在按照神的安排进行。这早就预料到了。此时剩下的100名玩家聚集在11号车厢上。第4轮游戏规则：每名玩家将在游戏开始时获得1个氧气罩，以及5个可以使用5分钟的氧气瓶。每次使用就必须要用到没有氧气为止。玩家每次前进1节车厢就必须停留5分钟，才可以通过下一节车厢。玩家一共需要通过10节车厢，最终到达驾驶室，视为通关。10节车厢里会有5节车厢排放无色无味的剧毒气体，在未使用氧气面罩的情况下，吸入5秒钟就会直接暴毙。本次游戏将允许玩家自由组队，最大2人的队伍进行游戏。10分钟后，游戏开始，将随机按照玩家的序号点名进入。被点名的人可独自1人游玩，也可叫上自己的队友一起进入。祝各位好运！车厢内的气氛瞬间降到冰点，大部分人神色都有些恍惚。没必要这么害怕吧？一共10节车厢，就5个车厢有毒气，咱们还有5个氧气瓶呢。再怎么说，生死也是5-5开，这么来算，比前几轮游戏的生存概率都高多了。白痴，每一个车厢的生存概率都是50%，可你要活到最后，算存活概率的话，就是50%的10次方，你自己算算这是多少？4舍5入也就是0.001，生存率不足0.1%。这游戏的难度有点太大了，哪怕是上1轮游戏，咱们的存活率还有近1/4呢。这一轮直接把死亡率拉满了，这也太不科学了。难道恐怖宫不想有人晋级最后1轮了吗？不是还有其他游戏区的玩家也在进行这个游戏吗？晋级最后1轮的玩家应该是从我们这些不同分区的玩家里产生，总归会有几个能晋级的吧。刚刚仅剩下的另外一个分区的玩家，在这轮游戏中全员淘汰。你们这100名玩家是岛上剩下的最后一批玩家。闻言，所有人都被吓得脸色苍白起来。全灭，这游戏的难度未免也高得离谱了吧？三金则是不动声色地对鸿蒙会的成员低声说了些什么。我认为这游戏还是有破局之法的，关键就在于组队。如果组队没有意义的话，广播就不会专门强调这一点。上一轮我是第1个通关的，这一轮我已经想到了通关的办法，不过我只会在游戏开始后把这个办法共享给我的队友。如果你们谁信得过我，就跟我组队吧。不少人都显得十分犹豫，这场游戏没有任何人值得被信任。我也是兰溪帝国的，我愿意相信你，跟你组队。明智之举，我们兰溪人不坑南溪人，咱们俩肯定会一起通关，晋级第5轮的。
而鸿蒙会的人则全都互相进行了组队。沈佑威如愿以偿地抱到了三金的大腿。三金哥，谢谢你选择我。不用谢，毕竟其他人智商太高，我怕我选了之后他们会害我。10分钟已经到了，第4轮游戏正式开始。第一个进入游戏的玩家是206号玩家。206号玩家，请问你是否有组队？有的，我跟007号玩家组队了。好，206号玩家、007号玩家，请立刻前往11号至10号车厢的连接处。两人走后，车厢里的玩家也看不到他们了。很显然，这次恐怖宫没打算弄个电视投屏之类的。老哥，你刚才说的游戏通关之法可以告诉我了吗？我的兄弟，现在我就告诉你真正的通关方法，那就是组队，然后干掉你。你死了，10瓶氧气就全是我的了。就算这10个车厢全是毒气，我也能轻松过关。下一刻，206号玩家只感觉胸口一阵疼痛，瘫倒在了血泊当中。最伟大的猎人通常会以猎物的方式出现，现在所有的氧气都属于我了。一起死吧，都别想活。两人就这么从疾驰的火车上翻滚下去，被碾压而过。206号玩家淘汰，007号玩家淘汰。为什么两人都被淘汰了？紧接着又一队玩家进去了，结果依旧是双双被淘汰，接二连三的进去了10几队人，居然没有一个通关的。不可能啊！他们有10瓶氧气，怎么着也能有1个人通关才对啊？为什么1个都没通过？这时不少没反应过来的玩家们也都明白了，组队通关的方法就是互相残杀。你跟我组队，只是想杀了我好继承我的氧气瓶，对不对？马等，谁爱组谁组去吧，老子不组队了。下一位111号玩家，你是否有组队的队友？没有。111号果断走进了车厢连接处。反正1个人进去也是死，何必浪费氧气瓶呢？就是啊，跟我组队多好，为什么他就没有一点自我牺牲的精神呢111号玩家淘汰。111号玩家才进去了几秒钟，很显然他第一节车厢没使用氧气瓶。诸位，如果没有人愿意牺牲的话，是不可能有人通关的。其他区的玩家就是很好的例子，我求求各位了，跟我组队，让氧气瓶给我，我保证出去之后好好养你的家人。马德，你死，你老婆你孩子我全养了。恐惧、压抑、绝望，无数负面的情绪充满了整个11号车厢。此时，冷风、花铁等人率领的先锋营救队已经上岸了，不惜一切代价找到白龙王。另外一边，车厢内的玩家已经死亡超过1半了。下一位001号玩家，你是否有组队队友？有，沈佑威，你过来。两人走后，所有人才缓过神来。三金居然也无能为力，我还以为他会有什么通关之法，没想到也不过如此。那个花瓶不会是愿意牺牲自己成全三金吧？我觉得80%是这么回事了。以白龙王的人品，如果我死了，他一定会照顾好我父母和家人的。反正我肯定会死，这样的话，用我的命来换我家人后半辈子的保障，也算值了。想到这，沈佑威用力地拉住三金。有事吗？下一刻，沈佑威居然狠狠地亲了上去。你干嘛呀？有病啊你！我初吻给了白龙王，老娘这辈子也不亏了。我的氧气瓶挂，你拿去吧。我要你氧气瓶干嘛？